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02.59，收盘价是207.52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9.80。最低价是在199.37，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，并且站上了前高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48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8 倍。量平 ，KD 值开口略有缩小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略有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。如果我们从 K 线的线型来看，它是出现了回后上涨，在这样的一个位置，那收盘价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那预示着股价将会继续上行。唯一的不足是出现了量平，而不是量增。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叫价涨量平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后续股价可能会出现回档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10。另外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197.5附近。实际在6月1日收盘价是在207.52，出现了上涨。我们预测的上涨和实际发生的上涨不但点位相差较大，走势也完全不同。我们预测的上涨啊，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而实际发生的是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回踩了下方的最低，我们认为是回踩了5日均线值，然后股价是掉头一路向上，最后收盘在高位。那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，说明股价后续会继续上涨。出现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出现量平要小心回档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那对于6月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上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这条水平线，是在207.8。我们之前取的是整数208，现在我们把它调整得更精确一些。因为我们会看到在6月1日的收盘价是207.52，而3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207.79，所以目前这个第一个目标还是没有突破，所以对于日后的交易日，207.8仍然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然后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17。那股价日后如果能够
完成第二个目标，也就是重新站上217呢，那我们会看到会出现头高，将会继续自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在这个区域就会完成了回后上涨。那这样一来啊，股价后续将会出现新的一波的上涨行情。好，那么目前股价在上行的压力呢？我们认为除了217这个关键的点位，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3号趋势线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下行趋势线，是由4月5日的最高和2022年4月5日的最高和2022年9月21日2根 K 线的最高组成的头低的下行趋势。那目前我们会看到股价现在已经触碰到了这个3号趋势线，如果在这个地方遇压而出现回档呢，那我们说股价有可能会出现下行。对，所以3号趋势线是目前股价继续上行的一个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要提升这个水平线。原来我们设定第一个目标是178，现在我们要把它提升到195，也就是5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因为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的解读啊，说从线形来看，目前出现了有高点，然后出现了回后再上涨，收盘站上前一日 K 线最高，所以这个低点将是股价回档或者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是195。那当然我们会看到前低和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。那第二个目标呢，我们继续上移这个水平线，是178，也就是原来的第一个目标。好，继续向上，我们继续向下，我们会看到下方164，我们把它提升，是第三个目标。当然再向下还有152。好，那目前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和下行呢，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有护城河的，就是说各条均线值和各个 K 线的最低都将会成为支撑。好，那我们再总结一下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是195，第二个目标是178，第三个目标是164。那目前这个184这个水平线，我们是作为本周的观察线，目前上方已经距离很远了，我们把它删除。好的，好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目前股价的所在的一个区域。那么对于6月2日，我们要给出观察位。在这里我们想再重复说明一下，这两条红线是我们在前一个交易日给出的观察位，也就是说199，也就是下方这个200关口啊，我们观察是否在6月1日能够支撑住股价。那么我们说股价在下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，得到了支撑。然后上方我们要关注是否能突破204，也就是前高而出现继续上涨。实际是不仅在这个位置得到支撑，并且也突破了204，收在高位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昨天的这个两条观察位的两个观察点的一个说明。那对于6月2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201.5这个位置，我们把这条线调整到201.5，然后我们再删除
这条水平线。好，那201.5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。所以我们说出现价涨量平，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，那我们要关注201.5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，上方我们看就是下方是201.5是否能支撑住股价。上方呢，这条趋势线和当日的焦点呢，实际上是在207附近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我们要看股价是否能够突破这个位置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。好，这是股价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多头的仓位，我们来描述一下。我们是在5月26日的收盘价和5月30日的收盘价各有5%的建仓，对。然后成本位应该是在200附近，对，到了5月30日收盘的时候，有10%的仓位，成本是在200附近。然后到了5月31日的收盘价是在204这个地方，我们又给出了5%的加仓建议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应该是15%的仓位了。那这个仓位的成本价呢是在201附近。那到了6月1日，我们给出的获利的点位是在210附近。对，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，那么目前这个仓位还是继续持有的。那6月1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在195，那股价并没有跌破它，对，而是收在了高位，所以这样的一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，并且是有一个小的盈利。那到了6月1日的收盘价207.52这个位置，我们继续给出5%的加仓建议。那如果在这个地方有5%的加仓，那目前的仓位已经到达了20%，成本应该是在203附近。那到了6月2日，我们给出获利的目标位应该是213，然后止损，因为现在有微弱的这么一个获利，止损位我们给的是201，也就是我们守5日均线值下方一点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仓位的描述。那在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，我们每次提到的加仓的位置，实际上都是可以建仓的。例如之前一直没有进场，那到了6月1日的收盘价207.5这个位置呢，是可以5%进场的。那我们给出的目标位是213，获利离场。给出的止损位是守5日均线值201。所以之后如果我们再有提到的加仓的位置，也都是建仓的位置。由于目前股价是一个短期多头的趋势，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，所以对于短线在技术上通常是守5日均线值的。那如果是长线呢，是可以守20日均线值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如果在6月2日是一个
低开盘。那在207附近，我们认为会有空头的仓位进场，那他们的目标位就是195，是这个位置。那他们的回补位，我们应该认为是在上方的213附近，212、213附近是在这个地方回补。那如果股价是一个高开盘上涨到212和213附近呢，那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也会有空头的进场。那在这个地方进场的空头，他们的目标位是6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是在200这个位置。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呢，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守217。好，这是我们对2个空头仓位的描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在210到上方211之间。211啊，我们说是2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211.23这个位置，所以股价上行呢，它要一个高点一个高点的去克服，去站上它。所以第一个压力在210到211，第二个压力就是217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201.5附近到204。那如果我们把它和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合并，第一个支撑是从100，因为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200关口，对，所以我们把它合并。第一个支撑是199到204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193到194，我们把它和195，也就是5月31日这根 K 线最低合并，第二个支撑是193到195。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182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6月2日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要给出2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我们会给出2个方向。那我们依次来描述一下。那第一个可能的一个方向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如果出现回档，当日应该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208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00，收盘会收在201.5附近。那出现回档的条件，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9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上涨，在上涨当中呢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。好，如果股价出现上涨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很可能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。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7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11，收盘会收在
210附近。对，然后我们还要给出另外一个点位，同样的走势，如果股价最高上方能够到达216，或者是也有可能会到达217，那么收盘价很可能会在213.5附近。好，这是上涨我们给的2个点位。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就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。好，如果股价在6月2日既不回档也不上涨，我们认为它会出现平盘。平盘就是它的收盘价会在207到208之间。如果出现平盘，它将是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在206，对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最高上方会在211，也就是会出现一个新高。然后收盘价收在207到208之间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